身体出现炎症在生活中很常见，很多人呢都不太重视。但是要知道，有一些炎症拖久了，很可能会发生癌变，所以要引起重视，尤其是下面这两种炎症。第一种，胃炎。由于现在很多人不健康的饮食导致出现胃炎，胃炎对身体呢有很大的危害，大多和胃里有幽门螺杆菌有关。如果拖时间长了，胃炎就可能会发展成胃癌，所以平时要多养胃。建议大家要多注意饮食，没事呢可以吃点养胃食物，比如丁香叶泡水。丁香叶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丁香油和丁香酚，有保护胃黏膜、抑制幽门螺杆菌的作用，对护理胃部呢有很好的效果。第二种，肝炎。肝脏对我们呢也非常重要，但是也有一些人出现了肝炎，如果不好好调理的话，就可能会发展成肝硬化，从而发生癌变。所以平时养肝也很重要。那平时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，没事也可以常吃养肝食物，比如胡萝卜、菠菜、大蒜等，对肝脏都有好处哦。所以大家呢一定要重视这两种炎症，这样才能将癌症扼杀在摇篮里。如果你早上起床后总是感觉口干、口苦、口臭，并且刷牙还不能够缓解的，那么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胃火旺引起的。那胃火旺该怎么办呢？可以试试用下面的两物泡水喝。第一种，茉莉花茶。茉莉花茶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花草茶，经常泡水喝，能够促进胃部消化，对降胃火、去口臭有一定的帮助。除此之外，茉莉花还有安神助眠、舒缓身心的作用。第二种，丁香茶。丁香茶也能够帮助缓解口臭，丁香中含有的丁香酚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的活性，能帮助保护胃黏膜，对去胃火也有一定的作用。那胃火旺的朋友平时呢还要注意少吃油腻和辛辣刺激的食物，保持清淡饮食，多喝水，对降胃火有一定的帮助哦。不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很可能呢会使胃黏膜受到损伤，出现胃部疾病，对健康不利。那俗话说胃病3分治7分养，那想要养胃也可以呢通过饮食调节，不妨试试两种食物吧。第一种，苦荞。生活中常见的就是苦荞茶了。那苦荞茶属于碱性，对胃酸多的人有好处，而且苦荞中富含黄酮类化合物和膳食纤维，具有保护胃黏膜、提高胃动力的作用。但是胃寒的人不适合喝。除了苦荞茶，丁香茶也是不错的。第二种，南瓜。南瓜是常见的食物，那南瓜的营养很丰富，其中含有的维生素、纤维素和矿物质比较多，经常吃呢可以帮助修复胃黏膜，促进消化，对预防胃部疾病呢有一定的作用。俗话说民以食为天，现在的人总是吃外卖，在外面大吃大喝的，时间长了胃就开始反抗了，出现胃疼、胃酸、胃胀等情况。那该怎么养胃呢？可以常吃3种食物哦。第一个，胡萝卜。胡萝卜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、纤维素和多种维生素，可以保护我们的胃黏膜。经常吃一点能帮助保护肠胃健康。第二个，丁香。丁香中含有丁香油和丁香酚，能抑制幽门螺杆菌，保护胃黏膜。胃不好的人经常喝点丁香茶，也有养胃健胃、预防胃病的作用。第三个，南瓜。南瓜富含矿物质、钾元素和果胶，有保护胃黏膜、养胃护胃的功效，很适合胃不好的人吃。除了上面这些，我们身边还有很多养胃食物，比如蒲公英根、山楂干、山药、猴头菇等等，大家都可以经常的吃。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人会有膝盖疼的困扰，上个楼梯、走个路都很难受，所以平时要好好的保护膝盖才行。那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动作，可以帮助强健膝关节。在地上铺个垫子，将左腿跪立在垫子上，右腿则脚掌踩地，膝盖弯曲，使大腿和地面平行。可以在右腿膝盖下面垫个软垫或者是毛巾，然后用左手抓住左腿，尽量往臀部的方向拉，坚持10秒钟，再换另外一侧做相同的动作，每天反复做3到5分钟。这个动作可以强健膝关节，保护膝盖，坚持练习帮助延缓关节老化。那膝盖不好的朋友，平时要注意少爬楼梯，不要提重物，可以喝一些苦荞茶、洛神花茶，有助疏风散寒、活血化瘀，
对保护膝盖也有帮助哦。洗头发呀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，那么对于洗完头发后是应该吹干还是自然干呢？到底哪个才好呢？那首先啊，我们说用电吹风吹干。很多人喜欢用电吹风吹干头发，但是如果电吹风温度过高，这样很容易给头发造成伤害，使头发干枯分叉，甚至脱发。而自然干的话，我们的头发呢是湿的，这时头发的血液循环也减慢。如果不赶快弄干的话，很容易着凉，引起头痛或者是感冒。而且呢，总湿着头发也容易使人脱发。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？建议大家洗完头后，可以先用毛巾吸一下头发的水分，然后用电吹风调到不是很热的温度，距离头发远一点，然后再吹头发。还有呢，大家呀不要总对着一个地方吹，把头发吹到8分干的时候，再用冷风吹一遍，这样方法会更健康一些。那很多人呀，白发脱发和肾气不足有很大关系，所以平时呢要勤于锻炼，还可以多吃一些养肾食物，比如黑枸杞、蒲公英根等，对改善白发脱发有帮助。大家洗澡的时候肯定都有搓澡的习惯，而搓澡时身上会搓下一些泥，那你知道这些泥是什么吗？其实这些泥主要是油脂、皮屑、衣服纤维、汗以及灰尘。大家搓澡的时候呢，尽量不要太频繁或者是太用力，不然呢会损伤皮肤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除了这个，冬天洗澡还要牢记2件事。第一个，不要洗澡太久。冬天天气冷，通常浴室的门窗都是关着的，如果洗澡太久，很容易导致缺氧，出现浑身无力、头晕的情况，所以大约洗个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第二个，要擦干身体。很多人啊，洗完澡喜欢让身体自然干，因为冬天呢比较冷，这样很容易让寒气和湿气入侵身体，不利于身体健康，所以洗完澡要擦干身体才行哦。如果呀体内有湿气，建议大家可以喝点红豆薏米茶和陈皮水，有助祛湿。我们的心脏是时时刻刻都在工作的，如果心脏出现问题，那么就可能会有心慌、心悸、胸闷、气短的情况出现。那我们应该如何养心呢？今天木子教大家一个动作，这个动作很简单，就是将手握成空心掌，然后从上到下拍打手臂的内侧，每次拍打3到5分钟，直到手臂微微发酸发热为止。左右2条手臂要交替的进行，因为我们手臂内侧有手厥阴心包经和手少阴心经，经常这样拍打可以帮助疏通经络，达到舒缓情志、养心护心的作用，同时还能够减轻心慌、胸闷的症状。这样拍打完之后，可以重点的按一下内关穴，在手腕上腕横纹上2寸3横指宽的地方。内关穴有宁心安神、理气止痛的作用，所以经常的按摩也可以增强心脏功能。那想要保护心脏，除了这个方法外，平时还要多进行体育锻炼，这样能增强心脏功能。还可以喝点桂圆红枣茶，对心脏也有好处。得啦，今天就唠到这儿吧。大家还有什么想知道的问题，可以给我留言。下期见，拜拜。